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25日，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拜登上台，中美关系重启交锋模式啊。我们总结一下，其实过去3-5天，那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啊，中美之间其实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交锋的动作啊。我们总结一下今天啊。那么首先讲中方，中方一上来就给了3个动作。第一个动作什么呢？就是拜登政府1月20号，在国会大厦前宣誓就职的时候啊，那么中国外交部就宣布，对28名川普政府的这个阁员进行制裁，28个人啊，那么其中包括蓬佩奥啊、奥布莱恩、博尔顿。和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啊 ，Craft 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动作啊，就是说拜登政府刚刚宣誓就职啊，那然后这个中国外交部马上就宣布制裁28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1月23号啊，那台湾国防部1月23号发布消息说啊，解放军当天派出了8架轰6K 轰 6K 轰炸机，4架歼16喷气式战斗机侵入台海西南防空识别区国防部说这是今年以来大陆军机就是骚扰台湾规模最大的一次那么国防部说中国军机去年总共这个侵扰台湾西南空域创纪录的380架次，380架次，那一天一次至少啊。这是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中国外交部给美国国务院写信，建议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访美那么重启中美关系。然后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之后呢，中方否认写过这封信这3个动作然后这个针对中国方面制裁28名这个川普政府的前阁员那么中方就做一个解读大家知道每一个外交动作如果没有人给赋予它意义，这个外交动作就没有意义。这个外交动作的意义都是被解读出来，然后告诉大家，这才有意义那么，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这是中方的人他说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为未来中美关系主动定下基调美国在制定实施对华政策的时候，必须尊重中方核心利益，遵守规则的底线。那么长期以来都是美国制裁其他国家，没有被其他国家制裁，所以呢，中国外交部一反常态对美制裁，这是中国外交策略成熟的体现。未来中美关系将更加平等，这意味着互惠，也意味着对等制裁。这中方的其中一个解读那么另外一个，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他说是这样。他说印证了近年来中国对美政策主动设定议程的特点。不过他也在说他说这个中国并没有有人说这个中国并没有制裁工具，只是不希望在其任职期间制裁，导致他们做出更为疯狂的举动，给中美关系带来更严重的实质伤害他就这意思就是为什么要等他拜登政府上台宣誓就职才宣布对他制裁，他意思就是不希望这个制裁的时候他疯狂的报复他所以这个那我总结一下你通过这几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方面的思路是第一，边试探边做动作就做动作来试探，但这个动作本身是有试探意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先定基调，
看对方的反应，再说啊，再做调整，再做下一步的动作啊。那么这叫什么呢？这叫漫天叫价，就地还钱啊，就这个意思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对内姿态很高啊，这个演给国内看。中国的外交是其实中国的外交呢是它有两面性啊，一面性它是要跟国外打交道啊，跟其他国家交往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对内呢也是洗脑，它是有两个属性，所以它中国外交部其实跟中宣部他们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他经常演戏给国内看。所以你看中国外交部的姿态很高的啊，上来就是这很高姿态啊。他这高姿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演戏。演戏给谁看？演戏给这个国内的这个普通老百姓，让他有这种所谓的自信。民族自信从哪来？从外交部来，从外交部那儿来啊。但是对美的姿态就很低啊。但是这个不能给国内看见，所以他为什么否定这件事情，写信这件事情啊？原因就是这个啊。那么这是中方的一个基本的思路啊。那么这个思路呢，在这个阶段呢，他也只能这么干，因为他没有其他的办法。就是说，你可以看我们之前讲啊，军机12架军机一口气出12架军机，8架轰炸机，4架战斗机啊。那么这种情况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美国方面什么反应，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啊。那么拜登政府新上台啊，它有3个特点啊。第一个，新团队新思路啊，还有当然这新方向。总之，他们有和这个川普不同的愿景和策略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会有大选的原因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变是它的主轴啊。拜登政府要改变过去4年这个砸盘式的这个局面啊，川普政府用了4年时间改变过去很多美国政府运作的基本的模式。那么有的好，有的不好啊。那么川普政府认为有些东西他认为看不惯的，比如说 Deep State 啊，他认为美国有一个 Deep State， 那么他要做一些动作让这个 Deep State 消失啊，要抽干沼泽。那么美国到底有没有 Deep State， 大家自己判断啊。但是有一点，川普政府2017年通过了一个法令，什么法令？行政命令，意思就是5年之内，这个政府官员5年之内不可以做什么呢？做这个游说工作。你在政府任职啊，你离开政府5年之内不可以去游说公司做任职。他认为这是一个抽干沼泽的行为，但这个政策呢，在他离职前一天取消了。既然你抽干沼泽，你为什么要取消呢？这很奇怪，对吧？那么拜登政府就认为其中川普政府的很多政策是不对的啊，要把它改过来，所以他就开始用他的方式来改变啊。所以拜登政府的做法是什么？先变他认为应该紧急要变的事情，在稳住不变的部分啊。那么其中包括什么呢？包括中美关系啊。那么这是第2点。第3点，那拜登政府的总体战略，你可以看，就是说这4-5天来，你看他出政策，基本上是先内后外啊，然后先友后敌啊，然后是先维持后改变啊。那么也就是说，该回应就回应，能做的先做，基本上这个思路啊。那么你比如说像俄罗斯的这个抗议运动，俄罗斯现在风起云涌，美国反应非常快，马上出声明支持这个俄罗斯人民的这个抗议行动，然后就是要反对这个普京的镇压行为啊，就俄罗斯这边啊。那么川普然后他其他的对于中国刚才讲了，中国有3个基本动作，拜登政府大概是这么反应啊。第一个，
拜登政府对28名这个川普政府的阁员被中国制裁，没有做很正式的回应啊，他只是应该是国安会的发言人啊，国安会的发言人做了一个回应，做了一个口头回应，他就没有做正式的回应，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美国国务院1月24号发表声明啊，就是主要是针对这个12架军机一次性的飞到这个防空识别区，台湾防空识别区里面去的这件回应，他这么说，他说美国对中国企图恐吓包括台湾在内的邻国表示关切，并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而应该与台湾民选代表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将继续遵守依照台湾人民的意愿、愿望和最大利益，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美国还重申恪守3个公报和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所阐述的长期承诺。然后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将继续协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美方强调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并为维护台湾海峡和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第一，我对这个做一个评价啊。第一，拜登政府支持台湾、反对中国挑衅的这个立场，跟川普政府的立场基本上一致啊，基本上一致。也就是说，他会继续协防台湾，继续为台湾提供支持，安全上的支持但是下一步还要继续看他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好说啊。那么对川普政府来说，那个情况是越推越远。那么拜登政府会走多远，我们现在还要观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里面提到了什么呢？恪守3个公报啊，就是中美建交3个公报和川普政府有区别啊。那么我们之前讲，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其实就是台湾问题啊。台湾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台湾问题的核心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啊，中国叫一个中国的原则，美国叫一个中国的立场啊，这是2个不同的表述啊。那基本上这是同一件事情。那么中方的这个一个中国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核心。因为这个核心呢，中共才有合法地位，合法拥有政权，这是第一个核心。第二个核心就是大陆有法理上的依据去统一台湾，就是其实讲的是这2件事情。美国方面呢，只承认一样东西，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只承认这一条，后面2条都没有承认，后面不接他这一茬，他只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但是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美国没有承认过。第二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这个统一台湾这件事情，美国也没有承认过啊，所以他只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啊，所以他说你们要和平的谈啊，只能用和平手段解决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川普政府做法呢，非常的激烈，他直接把这个中美之间的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给它灭掉。什么意思呢？川普政府走得很远，你可以看啊，川普政府已经开始逐渐的朝着承认一国两府的方向发展，就是说他已经朝着我承认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但是中国大陆跟台湾是分治的。分治是什么意思？分治其实就是有2个政府，他正在朝这个方向推进。拜登方面呢，他提出恪守3个联合公报呢，3个公报呢，我觉得他的这种说法倾向于重建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的方向啊。那么这个方向的原因是因为拜登政府应该他的思路是要把中国拉回到一个
一个理性的角度去处理双方的关系，防止出现一个不可控的局面。川普政府的时代，中美关系处于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因为双方的政治基础不存在。双方关系政治基础不存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川普可以在任何一个角度对中方进行攻击但是所以中方的反应就非常的激烈，就是你可以看到疯狂的用战机去袭扰台湾，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中美关系处于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双方是有可能发生超出预期的冲突这是个非常危险的状态。拜登政府估计是要改变这个局面，所以他为什么他的布林肯说应该是布林肯还是谁说的不是，是那个印太协调员说的，说他要跟美国要跟中国建立一个工作关系，可工作的关系 ，workable就是可行的关系，可行的关系，可预期的关系。也就是说，可预期的关系，你必须有个政治基础才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可能拜登政府会正在调整这个方向，但是到底怎么样，我们还继续观察那么这是第二，第三。这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美国国务院发的这个声明我们就做一个评价。那么美方做的第二个动作是什么？美国印太司令部1月24号发表声明说在中国和台湾之间紧张关系引起华盛顿关注之际，美军的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1月24号进入南中国海。美国军方表示罗斯福航母战斗群在南中国海进行例行行动，以确保这个海洋自由建立促进海上安全的伙伴关系那么他24号发的声明，24号到的这个南中国海，他所谓的南中国海其实是在巴士海峡附近就是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的海域这个地方离这个台湾海峡是很近的。那么从美军的声明和中方的情况、中方的反应来看，解放军1月24号12架轰炸机和战斗机大举入侵台湾的防空识别区那么从你把这个声明往中间一放，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解放军的动作并不是一个主动的动作，解放军的动作是在回应罗斯福航母战斗群的进入南中国海的这个动作它不是个主动作，它其实是一个回应那么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反应来看，拜登政府也不是在静态的完成战略部署的顺序。什么意思呢？其实他是在动态的过程当中进行他的战略部署。什么意思？就是各个政策部门，有没有国防部继续在做按照国防部之前的战略部署进行制定各种动作，其中包括什么？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让他去南中国海，其实就是去这个巴士海峡附近它是一个主动的动作，它并不是说我们之前讲它的这个先后次序的问题，它并没有那么静态的执行，它是一个动态执行过程那么一方面就是继续，然后它的这个白宫就按照它的这个战略顺序去做它的战略动作。我们可以看它就是第一个国内问题先动手国内问题哪个最紧迫的是疫情，然后跟着就是经济，然后同时该做的是什么？该做的是他认为川普政府的一系列的政策要调整的尽快的调整。这就是为什么拜登上任2天就签了28个行政命令，
第3天加上第3天，3天签署了30个行政命令啊，主要涉及到什么？主要涉及到民生，主要涉及到这个疫苗等等啊这些问题。这是第二个。第二个，他就开始梳理美国和其他盟友的关系啊，重新构建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啊，弥补川普政府之前美国优先的这个战略定位造成的对外关系的一个被动的局面啊。那么第3才是什么？才是中国、俄罗斯等热点国家的问题，包括伊朗，包括这些。那么美国后任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星期二在听证会上说，他说他同意川普政府对中国的一些看法，但是不同意他们的策略啊。他们拜登政府会更紧密的和他的盟友进行合作啊。怎么合作呢？你可以看到啊，拜登星期六跟这个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话啊，然后星期天再跟马克龙通话啊，然后白宫发表声明说，在英国和法国领导人通话中，拜登都谈到了在中国等问题上跟盟国之间的协调外交政策的必要性。其中拜登和这个约翰逊的通话啊，包括几个，我念给大家听啊。他主要是强调英美的坚强关系啊，包括什么呢？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重要性啊，北约啊。第二个，包括在气候变化、武汉肺炎疫情和确保全球健康安全等方面的合作，这第二。第三，拜登将会参加英国主办的 G7 峰会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第四，英美共同的外交政策优先议题包括中国、伊朗、俄罗斯啊，这就是英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这个主要内容啊。然后在这个周末啊，那么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啊，分别和日本防卫大臣韩国国防部长通电话，确认美韩坚定的同盟关系啊，这是一个。然后这个国防部的新闻稿上说啊，他说这个奥斯汀向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就是前首相的弟弟啊，那么表明啊，尖阁诸岛就是钓鱼岛啊，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的范围，美国将继续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东海现状的企图啊，这是对日本表示支持。那么再早一点啊，那么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啊，星期四和法国、德国、英国、日本进行了首次通话啊。那么沙利文在通话中表明，美国将与其他欧洲和亚洲盟友一道，共同对付中国这个关键性的挑战啊。你可以看到这些动作啊，从这些动作来看，拜登政府的动作很快也很坚定，他是要跟盟友合作的啊。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议题，很重要的议题，什么议题？川普政府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对外关系的成果就是中美贸易谈判啊。你观察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当中，安全是一个方面，这个经济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啊。那么对于中美贸易谈判的这个看法，反映了拜登政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政策之一啊。那么美中两国第一阶段协议应该是签了1周年啊，是12月，我印象中12月31号签的，那么已经1周年多了啊，不对，1月15号签，16号、15号签的啊。那么1月22号啊，那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耶伦出任财政部长的这个人事任命啊。那么他在听证会上是这么说，
他说，拜登政府会运用所有的政策工具，打击中国不公平和非法的贸易行为，包括补贴、产品倾销、知识产权盗窃和其他贸易壁垒。他这么说，他说，中国显然是我们最重要的战略竞争者，我们必须与盟国合作，也必须强化国内经济来与之抗衡。那么拜登政府会对川普政府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进行全面的审查，包含了北京是否完全遵守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这个内容。那么智库彼得森关注这件事情很长时间，他一直在关注中美贸易谈判。他21号发表的文章显示，去年全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是1000亿美元，协议目标是1730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购买完成了 58%， 那么也就是说有 42% 没有完成。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制造业是完成 60%， 农产品 64%， 能源产品 39%， 一个是这样的情况。那么也就是说，拜登政府怎么对待中美贸易谈判和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反映了拜登政府的核心的对华政策。那么当然中国现在只完成 58%， 说明什么？说明第一条，川普政府已经接受了中方采购不足的理由，就是说中方的理由是我们有疫情，需求没那么大，中方是接受，美方接受了这个理由，这第一个。第二个，与此同时，川普政府仍然非常小心的保护中美贸易协议，那么而且很多时候为了保护中美贸易协议，其他很多政策出不来，为什么？怕损害中美贸易协议，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但是中美贸易协议其实没达标，一半，只完成了一半，说明什么？你从整个这件事情来看，川普政府达成中美贸易协议只有一个目的，其实它有两个目的，但那个目的已经现在就我们谈都不要谈。第一个目的什么目的？买美国的产品，买美国产品其实是个理由，其实是它更重要的目标是什么？是要改变中美关系的贸易结构，让中国买更多的美国的产品，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的问题。但是美国的贸易赤字是解决不了，因为美国自己不生产，你怎么解决？解决不了的事情。但是他有个这样的目标，让中国买他的产品，但是中国没有买他的产品，只买了一半。那么实际上他的政策目标没有达到。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就是结构性的改革。所谓结构性的改革是好听的说法，其实不好听的说法是什么？不好听的说法就是中国应该完成他对世贸的承诺，大部分的承诺。其实这里面，中美贸易协议里面关于结构性改革的部分，就是中国对世贸的承诺的部分，就在这里面放到这里面来。那么这个部分就更不要提，买都只买了 50%，所以从结果来看，川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我认为是基本上是失败。你想一下，你用了关税政策，关税政策是个双刃剑，伤害中国也伤害美国，当然伤害中国更多一点，美国影响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并不大。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用了这个工具，然后你又牺牲了其他的政策目标，可是你这个核心的目标并没有达成，那你为什么还去执行下去？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政治上的原因。川普政府如果不好好的保护这个政策，最后他把这个政策翻脸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川普的对华政策的核心利益已经不存在了，
这就是政治原因，没有其他的原因啊。所以从我们把这件事情摊开了一看，川普总统之前经常拿出来炫耀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失败的啊，其实是失败，这就变成了一个烂摊子了。我们如果要讲中美贸易协议，我们还要讲到另外一个点，什么点？美台自贸协定啊，美台自贸协定其实，当川普总统把台湾作为一个向中国大陆施加压力的主要的支点的时候，其实对台的关系当中有2个关键的这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什么？一国两府，它会不会往这个方向走下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台自贸协定。美台自贸协定的力度有多大？就是你想一下，你光卖几件武器给他，或者是光喊我要让你重返联合国，或者重返国际舞台，这个动作都比较虚。真正能产生影响的是什么？美台自贸协定。因为美台自贸协定如果美台自贸协定起来之后，台湾会获得巨大的经济上的动能啊，美台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会更加强化，什么利益都没有经济利益捆绑来得更有利啊！这件事情动起来，影响非常的大。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在川普政府推到这停下来走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家知道，美台自贸协定谈判的对手是谁？美国贸易代表，美国贸易代表是谁？莱德希泽是中美贸易协议的执行者和谈判者，他不愿意动，他要保护这个，他不想用美台自贸协定去影响他的中美贸易协议，所以他不愿意动这个所以美台贸易协定是没有展开啊，但是实质上有影响。美台关系真正有影响的动作是什么？是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可行，而且没有话讲。所以我经常讲，川普政府经常讲他对中国很强硬，但是你可以看到，大部分有实质性影响的动作他都没有做，他只是做一些派个部长去台湾访问这种有象征意义但没有实际效果的东西啊。好吧，那么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中美关系现状啊，大体上梳理了一遍。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啊，中国做了一系列的动作，这些动作呢，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中方的想法，它要尽快的为中美关系定位，也反映了中方的一个急迫的心态，这是一方面。美国方面呢，适时的做一些回应，但是美国的重点并不是在中美关系上，美国的重点是在这个国内问题、盟友问题，下一阶段才是中国问题。但是美国也没有说不回应，他该做的回应都在做回应，所以中美关系就开始进入新的一个状态，什么？就是拜登政府式的中美的交锋模式啊，进入一个新的交锋模式。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美关系。我们未来一段时间会持续的关注中美关系往前发展的状况啊。那么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我们今天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明谢3根铜，谢谢。The way to fly， 谢谢。请王老师喝铁皮石斛茶。吉林通化爆发200多例新冠病例，导致封城封户，目前社区物资配送跟不上，基本生活无法保证。我在推特上说了一句话啊，就是这样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啊，
武汉封城发生了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啊。封城之后，封社区、封单元啊，然后呢，配送跟不上，配送跟不上就出现了很多的人道灾难啊。那么这件事情，于是呢，芳芳呢就写了一个芳芳日记，芳芳日记被国内的这些网友骂惨了。就是小粉红也骂，普通的其实有更多的是普通的网民在骂。于是你可以看到啊，发生在武汉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完整的出现在了其他的城市。其实这件事情，这个吉林通话是很严重，因为你想一下，这是个城市相对规模比较小。我相信这些政府官员水平也比较烂啊，所以发生这种，但是其实不是这样，中国的各个层次的官员都比较烂，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在武汉的事情，完整的发生在其他的城市，其中包括吉林通话。于是还有没有芳芳？没有了。就是吉林通话的老百姓想要再有人站出来帮他们喊、帮他们骂的人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当初他们就没有好好的对待芳芳。所以大家要明白一点，特别是国内的网友一定要明白一点，要善待为你们的利益呼喊的人。如果你不善待他们，就没有人帮你呼喊了啊，这个很重要啊。好，情绪身处欧洲内陆，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有点像隔岸观火啊，看着那边热热闹闹，也不明白就里。每次听王舍讲评这方面的新闻和事实，就如同在看一场政治搏击，受益匪浅。感谢王舍，谢谢啊。观点：胡温时代认为中国管理好自己就是对世界负责任，强调多极秩序不当头的作为。现在习近平不仅告诉大家中国政权和经济都不会出问题，还要求所有国家调整自己的态度。习近平想的不是在既有的秩序下与美国平起平坐，而是在中长美消的趋势定性下，要求与美国协商构建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秩序，并且避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战争困境。我觉得习近平想的并不是你这样。习近平要的是什么？习近平要的并不是跟美国平起平坐，习近平要的是红旗插遍全球。所有的现在他的做出来的姿态都是权宜之计，他的真正的意图是把红旗插遍全球。中长美消，凭什么说中长美消？美没有消啊，美什么时候消过啊？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习近平是这么多个总书记当中图穷匕现的那个啊。之前叫什么韬光养晦，韬光养晦并不是改变他的目标啊，并不是，他只是偃旗息鼓。偃旗息鼓就是把我的鼓放好，把我的旗帜收起来。他并不是说不要这鼓，不要这个旗帜啊，还要的，只是先不给你看见。我现在饭还没吃饱呢，等我吃饱了再说。现在他觉得他饭吃饱了，我可以又把旗帜打起来，又把鼓敲起来，是这个情况。不是重建美国的以美国和美国相处的这个秩序，不是这样。共产党就是要把红旗插遍全球，没有别的目的。所有在此之前的所有的好话、软话，所有的好听的话，都是权宜之计。他们对讲真话、讲实话，他们对撒谎没有负担，随便说啊，就这个问题。观点：美国当年的侵华路线，并不是因为某些总统或者党派倾向好恶，不论党派，都是奉行和平演变的拥抱熊猫路线。而如今中国到处挑事儿，导致未来美国的政策会一届比一届更加反中。中国现有的经济资源和技术依赖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和秩序体系，
如果中共一意孤行，会比当年苏联更脆弱。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哈？现在问题是习近平的认知是有问题的或者说中共党内当然有没有认知，有没有清醒的有，但是核心的问题他们不重要，他们的认知不重要。现在核心的认知，我经常讲中美两个大国，川普总统的认知对这个世界认知也是有点问题的所以他为什么会美国优先？他没搞清楚状况但是习近同样的情况是，习近平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也是有问题他没有搞清楚中国的优势在哪里，中国的脆弱点在哪里。其实中国的脆弱点正是美国的优势。所以以前说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关系有互补。什么叫互补？互补其实就是讲的就是我有的你没有，你没有的我有这互补好像是平起平坐，其实并不是。因为美国没有的中国有，这没错，但是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有，核心的问题在这里。中国没有的美国有，但是除了美国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是核心的问题。习近平没认识这一点，他只觉得我们互通有无，那我们就合作的很好，那我们可以平起平坐。其实没办法平起平坐，因为美国有的全世界都没有，这是问题的核心。中国有的全世界都有，只是中国做的更集成，规模更大。但是问题是，如果中美翻脸，产业链转移的话，中国有的也会变成没有，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以这是中国经济的脆弱性，你从这个台积电你可以看出来。最新的新闻我本来今天想说的，我看这时间不够了。其实呢，就是台湾的经济部长德国的经济部的副部长写信给台湾政府，要台湾政府跟台积电打招呼，尽快的生产汽车用的芯片给德国。其实现在的情况是，德国、日本跟美国都要台湾尽快的生产芯片给他们的汽车芯片。为什么？这些车厂要停产，很多车厂已经停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到什么？就是说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一个经济体的大小都有影响力，对它的地位都有影响。但真正的影响是什么？真正的影响就是你在这个产业链当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或者不可替代的产品或者技术，这才是真正影响它地位的。体积大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但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全世界都需要，而其他人做不了，就是你能做到，这就叫大国重器观点，我认为拜登还是会忍住，拜登绝不会在完成盟友的外交布局之前跟中共正式打交道。也许吧，我不知道。现在你可以看吧，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团队，就是拜登政府的运作的特点你可以这么估计，但是到底怎么样，我们还得继续看继续观察情绪偷听王先生视频已经2年，这是本人第一次发言，谢谢王生不用偷听我知道你翻墙翻墙不算偷听观点，墙内现在宣传俄罗斯暴乱是美国煽动，目标是破坏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先前捧拜登，现在把拜登往全球公敌方向黑会慢慢黑他的为什么？你想一下，我不觉得拜登会放软手脚那你后面你就看，我们再继续看吧情绪一直关注王先生的频道，但是不敢留言。现在因为知乎账号被封，我现在已经破罐子破摔，不在乎了。支持王先生，这半年受益颇多，一直会关注你的。
祝王先生的腰早日痊愈啊！谢谢，我的腰已经好了，谢谢啊，我已经不用绑腰带啊。观点实在受不了许多海外反 CCP 自媒体一直叫嚣川普是神选之子，这种个人崇拜式的极端做法就是和 CCP 洗脑一样的反面极致。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支持他们对墙内黑暗的揭露，但现在基本不看他们了。相信一种观点可能是洗脑的开始，是我们应该看清楚的。王先生立场坚定，公正的做新闻媒体人，给你点赞，谢谢。其实老实讲，我已经在推特上面取消关注了一大票人你这个应该是一两个星期之前的事情，因为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个故事已经编得太荒唐了现在还有一大票这个中文自媒体的人在网上编这些故事，或者是传播这些故事，传播那些已经被证伪的谣言，还不断的人在我们的提这种问题，我直接就拉黑。因为如果你想一下就是说网友他不知道我觉得很正常，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或者他们没有这样的必要，这跟他的消费方式不一样就是说你平时我看了就看了呗，我还得去证实一下，这不合理嘛，是不是？所以你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网友有一些人说我去哪查了你说的哪句话，这肯定是别有用心的，消费者不会这么干所以你说一个读者一个网友他分辨不了可以理解，但是自媒体的人你自己去告诉大家这件事情，你不去做证实，或者是你证实不了，或者是你明明知道是假的你还要去说这是我不可接受的。所以我在推特上面我已经取消关注了一大批人当然拉黑了一堆的这个五毛这个前后我觉得有1-2千人吧大概是反正大家尽量的小心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是有一大票中国人海外也好，翻墙出来也好，仍然生活在这个故事这个虚假的谎言当中。他居然在讲，有人说这个拜登的就职典礼是假的，说这个美国军方已经控制了局面。如果你相信这样的故事的话，那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说，这谁都救不了你，是吗？你说呢？情况，我的亲戚是海洋地质研究方面的权威，对我判断美中日在巴士海峡争夺控制权很认同。他说巴士海峡下面水面下面的争夺可能很激烈是这样的。观点希望拜登重返 TPP， 把台湾拉进去，这个比台美贸易协议有利不是的，台美贸易协议非常重要你要知道，如果台美贸易协议签，你知道意味着什么？第一件事情马上见反应，什么东西？很多的在大陆的台资企业就会把厂子搬回台湾了因为中美贸易战这个关税的差别是很大的，所以他就会把厂迁回台湾，那是不一样。大家知道中国的出口的核心竞争力来自3个国家，第一个是台资我们不叫国家了一个是台资企业，一个是日资企业，一个是韩国企业，这是在中国的出口当中高附加值高技术都是来自这3个国家3个地区国家和地区的这个企业。如果他把企业搬到台湾去，台资企业其实已经去了一部分那么还有一部分去了东南亚，那剩下是大头还留在大陆。如果这部分开始动了的话，中国出口会有问题的中国出口会有问题。提问：看到那些自媒体放的拜登现场演讲，
人气低，总以为是故意抹黑的假新闻，后来发现他在 YouTube 的人气也很差劲。难道投票拜登的人都是老年人吗？王先生可以说明拜登明明有8000万的选民支持，为什么总感觉不到这8000万人的存在？8000万人存在啊。拜登他没有在推特上经营了那么多年的这个粉丝群所以他人气低。我那天看了一下，你说人气很低，我也没觉得人气很低啊。你去看一下拜登现在的推特，他发一个推特有多少人点赞，你看一下好不好啊？我知道你这个表达意思就是还是隐含的意思就是，他如果有那么多人支持他，为什么他网上的那些点赞的人那么少？就这个意思嘛，对不对？你去看一下吧，再去看看吧，自己去看看推特上面的那个拜登的账号，好不好？观点，我觉得拜登不会再签新的贸易协议了。他签新的贸易协议之前，一定是先试图修复世贸组织，这可能要好长时间。他会不会沿着中美贸易协议往前走？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因为他没有川普政府的态度很清楚。川普谈中美贸易协议，中美贸易谈判就有一个目的，让中国买农产品。为什么？因为他要选票。这就是川普在做中美贸易谈判这么大一个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核心的东西就是要买中国要买他的农产品，他要选票。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他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他自己讲，你自己去看我们的记录你就知道所以这件事情，这个局看得过去很大，说具有战略性的影响，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并没有那么大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如果他没有这样的 intention， 他没有这样的意愿，或者他没有这样的目标的话，他为什么要沿着这个轨道往下走？所以这件事情，除非拜登政府设定了新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通过中美贸易协议、中美贸易谈判，对中国在经济结构方面进行全面施压，这是一个工具。除非他是这样做，否则的话，中美贸易谈判是没必要进行的，对吧？你说是不是我是这么觉得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在拜登政府来说，中美贸易谈判是不是他的优先项目，要看他怎么去定位观点，台美经贸本来就是两党支持，根本不关谁执政。拜登政府起码也是说几句口号，不让中美交锋降温才对，尤其是香港，虽然只有执政几天，但我不觉得会升温看吧升不升温要看，我不觉得现在中美关系是拜登政府的优先项目观点，我觉得台美自贸协议不可能签，因为中共会用这个要挟美国选边站，而美国不会为了台湾牺牲中国市场。中国市场有多大？中国市场没多大美国在中国市场没挣多少钱。为什么？你想一下，麦当劳把它中国市场卖掉了吧，对吧？卖给了中信和这个新加坡的叫什么？叫淡美锡合资的一个财团卖给他们了这是麦当劳卖掉了。然后这个叫什么肯德基披萨哈他们就百胜也卖掉了叫什么龙你可以数一下，基本上在中国做零售市场的，基本上在亚马逊撤了，一个个都在撤。中国市场没多少肉中国市场没多少肉，对外资来说真的6亿人口，月收入只有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个什么市场北上广深好看一点，人口收过去14亿很大，但是真没多少肉。所以我不觉得中国市场的这个神话对外资还是
还有吸引力，我不觉得它有多大吸引力啊。在局部市场当然有一些，你比如说医药市场，医药市场外资也在撤，都在撤，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市场没什么肉啊，不要拿中国市场来做交易，没用了啊，我觉得这个交易筹码已经失效了啊。观点，习近平老喜欢说什么吃饭不要砸锅这样的话，其实究竟是谁吃谁的饭，谁砸谁的锅，习近平自己脑子里没搞清楚啊。他对自己和中共的寄生虫属性没有清醒的认知。习近平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有问题的，跟什么有关系？跟两样事情有关。第一个，书读的少嘛，小学生嘛，然后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最核心的成长过程当中，没有读过书。上学没上完学，书也没读书，没好好学习，搞文革，那你说说看，这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问题的。然后他就获得了这么巨大的权利，然后他突然一下生活在非常极端的环境。什么叫极端的环境？就是身边都是拍马屁的人，那你怎么会对这个世界有清醒的认识呢？啊，情况在政府工作的朋友已经接到上级通知，针对蓬佩奥近期的反华言论，要求各单位以小视频形式表达立场，视频主角必须是汉语表达能力好的维吾尔族员工，需要亮明民族身份，表达爱党爱国爱新疆爱生活幸福等等。 OK 啊，观点，台湾目前需要的是两大圈子，一是 CPTPP， 二是台美贸易协议，只要其中一个成了，台湾就能再战10年，两个都成了，台湾准备鸡犬升天。CPTPP 它进不去吧？啊 ，CPTPP 啊，就是 TPP 了啊 ，TPP 可以啊 ，TPP 可以，美国应该重返 TPP 啊，美国重返 TPP， 然后把它的我们叫价值观盟友，把它价值观盟友拉进去，形成一个新的自贸区啊。那么这个自贸区，这个叫什么？门槛要再高一点，门槛再高一点，对经济的影响会更大啊。情况，王先生你好，你之前说过对中国心存希望，但是我最近接触的国外华裔和几个从北大毕业来国外工作的同事都夸中共好，说中国有多么好，说独裁有独裁的优势，突然觉得中共对所有人的洗脑真的很可怕，但是作为个体我也无能为力，我自己做不了什么，突然觉得很孤单很孤独，心里很难过，觉得中国人民很悲哀。我们有两点，我们不能低估中国老百姓的愚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不能低估中共的没有底线。第三个，我们也不能低估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无耻啊，这是一个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现实。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但是大家也不要低估中国人的这种就是口是心非的这种状况啊，就是他跟你讲，中国独裁有这么好，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吗？我也觉得未必啊，未必啊。中国人是洗脑，我觉得是一方面，但是中国人也有他的精明之处，这两件事情同时存在啊，就是什么精明之处，风向变了他会很清楚啊，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让这风向变一变。希望我们总是要保持的啊，我们同时要认清主现实，心存善念，同时尽量的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可以了，对自己能交代的过去啊，然后大家心存善念，我觉得这件事情总是会改变啊。观点，中国人更多向往的是特权吧，就像王生说的，大家一起排队，我不用排，上面有人走 VIP 通道，这才是中国人向往。中国的一切乱象和疑惑，只要假想自己处于监狱，也许都通通是释然。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啊，传统价值观的核心是什么？
核心还是那个等级观念嘛，要做人上人嘛，对吧？观点王先生的新闻分析是我看到最中立客观的，喜欢听你讲新闻，谢谢，加油，谢谢啊。提问王老师，昨天听你五毛指南，五毛会通过攻击民主制度的一些缺点或者问题来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他们会说，你看到每种制度都有优缺点，民主制度也没有比社会主义制度强到哪里去，这种浑水摸鱼的方式，请问我该怎么样迅速回击？鲁迅有句话一个完美的苍蝇还是苍蝇，一个有缺陷的战士还是战士啊？我觉得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每个制度都有缺点和优点，但是我们要记住啊，社会主义制度有没有优点？有优点，就这个优点像什么？就是优点就像一坨屎里面仅存的一些营养，但是你会吃吗？如果你要吃的，我也不拦着你啊。所以对于社会主义这种东西来说，你就拿它比喻成一坨屎就对了。它的唯一的优点是什么？就是里面还有剩余没有消化掉的一些营养，你要吃我不拦着你，对吗？你说呢？观点看拜登对中国政策，看美军在南海和东海的军事部署和动作就可以猜出来。要是南海还是航母四处跑，最起码军事压力在，对中国的政策起码不会有大变。要是军舰后撤或者撤出南海，那么没什么军事压力，对中国强硬的说法也不存在。好吧，这也是一个判断的风向标啊，也对啊。明谢 TT，明谢 Gen Z， 谢谢啊。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